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经常买回来的小葱吃不完，放久了就会发黄，放在冰箱里冷藏呢，又容易变得软烂。相信大家也会遇到了同样的困扰。今天小颖将教大家2个实用且有效的方法。小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调味食材，可以为菜肴增添香气。例如，在炖汤或炒肉类菜肴时，使用1把小葱是必不可少的，因为小葱能使菜肴更加美味。有时候我们为了节省或者方便，可能会一次性买很多小葱，然后慢慢吃。然而，如果一次买多了吃不完，放久了就容易变黄，失去水分，开始变软发黄，最后腐烂变臭，无法食用。因此，我们需要一些特别的技巧来保存它们。首先，将买回来的小葱的黄葱叶和烂葱叶去掉，因为这些部分的小葱储存时间有限，容易腐烂变质，因此必须处理干净。接下来，把小葱的根部切下来，直接把根切掉不要。如果想要把葱根种起来，那要离根部2公分左右把它切下来，这样我们可以找个容器将葱根种起来。选择水培法或泥土种植，具体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决定。葱根的生长速度比较快，通常大约15天就能长出新叶子，这样我们就能够快速享用到新鲜嫩的小葱了。然后我们把葱叶放入盆中，跟着往里边撒入少许的小苏打，下手把小苏打搅拌溶解，浸泡5分钟。5分钟后，下手给它一根一根的清洗干净。不知道朋友们注意过没有？因为小葱表面呢会有蓝色出现，很多人以为是农药残留。其实这是商家为了让小葱保鲜，特意喷洒在小葱上的保鲜剂。这种保鲜剂叫石膏粉，因为小葱水分含量高，所以保鲜剂很容易被吸收，商家就会用这种蓝色的硫酸钙保鲜剂来给小葱保鲜。如果长期食用含有硫酸钙的小葱，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，所以大家在买小葱的时候，一定要仔细看小葱表面的蓝色，就不要购买了，或者买回家要像我这样清洗，要多清洗几遍。然后放到沥干水分，放在案板上。如果赶时间的话，可以用厨房纸巾将它擦干水分，保证小葱表面没有水分就行。接下来，准备好保鲜膜，将小葱按分量分成小份，每份可以是1日所需的量，然后用保鲜膜将这些小葱包裹起来，缠紧一些，但在包裹时要注意不要用力过猛，以免损坏葱叶。因为小葱的叶子非常脆嫩，且中间是空心的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清洗干净的小葱一定要将表面的水分擦干，并且要理顺葱叶，确保没有明显的折叠，否则会影响保存时间。然后将它们放进冰箱冷藏，这样可以保存大约10天，随时取用，非常新鲜。冰箱的低温可以有效延长食物的保存时间。此外，保鲜膜包裹能够防止小葱与外界接触，更有利于保存。因此，使用这种方法保存10天到半个月也不会变质哦，赶紧试试看吧。另一个方法是将沥干水分的小葱切成葱花，或根据自己的烹饪习惯切成葱段，具体可以根据需求来决定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小颖每天都会分享简单实用的家常菜。如果今天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记得给小颖点个赞哦。
或者留言转发一下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密封保鲜袋，把切好的小葱放进去，注意保鲜袋内不能有油或水，必须保持干燥。然后将袋子密封好。接下来把它放进冰箱冷藏，这样可以长时间保持新鲜，不易坏，随时使用，随时取用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香葱是可以冷冻的，而且不会冻坏。保鲜袋储存法与保鲜膜储存法的原理是相同的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在处理小葱的全过程中，都要避免用力压，这样容易把小葱压坏。在干燥的环境下，葱花是松散的，不会粘连。使用时只需打开保鲜袋，拿出所需的量，非常方便。但是冻结的香葱使用时不要解冻，记住直接使用，避免解冻后变得软塌和变色。使用时直接从冰箱取出即可，味道不会受到影响。您记住了吗？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道小葱煎鸡蛋。首先我们准备母鸡刚刚生的蛋，打入碗中，加入半勺的食用盐，半勺的胡椒粉，加1勺的鸡粉，一点点的白醋增鲜，加入适量的水淀粉，然后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直到鸡蛋起泡，再把冻过的葱花放入鸡蛋液里，把它搅拌均匀。接着我们起锅，把锅烧热。锅烧热之后，加入适量的食用油，把油烧热，然后将鸡蛋液倒入锅中，把鸡蛋液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这样能够鸡蛋受热均匀。鸡蛋液开始定型后，轻轻晃动锅，以确保鸡蛋受热均匀。待鸡液开始定型后，不断地滑动锅，使其更均匀受热，煎约半分钟，直到散发出香味，边缘出现许多小泡泡，这表示底部已经煎好。接下来翻面进行煎制，翻过来的时候不要立即动它，让其稍微定型。我全程都是用小火煎，这样味道已经很香了。在煎制过程中，我们用铲子不断地按压，这样能够保持熟度的一致性，同时继续晃动锅，使其均匀受热。一定要煎至两面金黄酥脆，表面酥脆而内部嫩滑，然后就可以出锅装盘。一道非常美味的小葱蛋饼就完成了。小葱蛋饼不仅色香味俱全，更是简单易做的美味选择。每一口都散发着小葱的清香和鸡蛋的浓郁，让人欲罢不能。无论是作为早餐、午餐还是小吃，都能满足你的味蕾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简单而美味的家常菜，别忘了尝试自己动手做哦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和收藏。如果想吃但不会做，随时都可以找到我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